美国海军网站日前发布的照片显示，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上周日与美国海军的一艘驱逐舰近距离接触。据悉，该美军驱逐舰3月27号从日本港口横须贺出发，径直前往东海，针对性明显。此外，美军发布消息称，包括罗斯福航母在内的2个战斗群近日也在南海组成编队，开展联合作战演练。辽宁舰与美舰海上近距离接触到底意味着什么？美军为何近期在中国周边海域动作频频？来看看报道。 美军公布的照片图注显示，该照片于4月4号拍摄于菲律宾海，图中2名军官分别是军舰指挥官罗伯特·布里格斯中校与理查德·斯莱中校。帽子上的 CO 是英文舰长的缩写 ，XO 是副舰长的缩写。他们正在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马斯廷号的驾驶室里监测水面接触情况。由照片可见，并排航行的马斯廷号导弹驱逐舰与中国海军航母辽宁舰的距离并不算远，甚至可以从美军的视角看清辽宁舰舷号及其甲板上的舰载机。据悉，马斯廷号隶属于第71特遣部队第15驱逐舰中队，这是美国海军最大的驱逐舰中队，也是美国第7舰队的主要水面部队。美军公布这种照片其实就是自我标榜，就显示自己的海军依然一切尽在掌握。另一边呢，它预算又非常的紧缺人力非常紧张这个备件等等保障非常难做而且呢还要受到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其实这个就是为了对他现在捉襟见肘的一个情况进行的一个找补进行的一个舆论上的操弄和宣传而已4月5号，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高秀成海军大校介绍，日前中国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训练，这是根据年度工作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部队训练成效，有利于提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今后，中国海军仍将按计划常态组织类似演训活动。根据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的信息，辽宁舰航母编队是在3号穿越宫古海峡前出西太平洋的。第2天就与美军舰艇在菲律宾海相遇，显然已经完成了对台湾东部海域的穿航。另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指出，根据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4月3号0时左右，马斯廷号舰艇就出现在了东海长江口附近海域，并一路向南。该舰3月27号从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出发，径直前往东海，针对性明显。而美日近日在东海还有联合防空战斗训练。日本航空自卫队称，两军8号在九州以西的东海上空实施了联合防空战斗训练，目的是为了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力。日本方面，新田原基地的4架 F-15战机和筑城基地的4架 F-2战机参加了训练，美军则出动了海军陆战队的2架 F-35B 隐形战机，以及空军的4架 F-15战机、1架E-3空中预警机、2架 KC-135空中加油机。日媒认为，美日此举意在制约中国。日本首相菅义伟将于下周访美。有评论认为，日本近期在美国搭建的抗中同盟圈中上蹿下跳，表现很积极，在涉港、涉疆和台湾问题等中国内政问题上说三道四。4月5号，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通电话时，直言不讳地告诫日方不要把手伸得太长。除了在东海，美军还曝光了日前进入南海的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和马金岛号2栖戒备大队的动态。最新消息显示，这2个舰艇战斗群在南海组成编队，开展联合作战演练。美军太平洋舰队7号在其官网发布消息称，2个战斗群的舰艇和战机当天在国际水域协调行动，并开展了多领域的海军整合演习。声明还老调重弹表示，美军第7舰队正在执行前沿部署的海军行动，以支持美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促进海上安全，防止冲突。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在4号发布的消息，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当天上午由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活动。除了罗斯福号航母，还包括拉塞尔号驱逐舰、邦克山号巡洋舰。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平台称，这是罗斯福号航母本年度第3次进入南海活动。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随后于6号至7号与马来西亚皇家空军在南海举行演习，这是2国在2021年的首次双边演习。7号夜至8号凌晨，美海军马金岛号2栖戒备大队也从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该大队主要包括马金岛号2栖攻击舰和圣迭戈号2栖船务运输舰。2栖远征打击群，那它是主要是强调一个2栖作战，它不仅是要针对于这个岛屿
主要是针对于各种岛屿进行这个打击作战，还要进行夺岛作战、登岛作战，就是用这个部队啊，专门的这种部队啊，进行所谓的这个打击和夺岛啊这种作战模拟，去对你进行威慑，就威胁你啊，吓唬你、讹诈你啊，这个是一贯的啊，美国是对于其他国家进行的这种军事上的挑衅和威胁啊，这是他一贯的套路。对于有关国家派遣军舰到南海开展行动，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大校曾表示，当前在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总体稳定，根本不存在所谓航行自由问题。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都看得很清楚，南海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域外。我们希望有关国家多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做出建设性贡献，而不要无事生非，制造麻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锐评指出，在美国的霸权版图中，南海被视为维护其印太领导地位的关键海域，以及遏制中国的重要抓手。美军时不时打着所谓航行自由的旗号闯入南海，实则行危害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之实。据统计，2020年美国军舰穿越南海多达10次。拜登政府执政3个月，不仅派遣航母战斗群3次闯入南海，还拉帮结派，纠集盟友到南海滋事，意图对中国施压，大力推进所谓的印太战略。南海不是维系美国霸权的竞技场，不因炮舰横行，剑拔弩张。美国的搅局破坏不了地区国家推进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努力，阻挡不了南海成为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历史终将证明，谁只是匆匆过客，谁才是真正的主人。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气候特使克里下周访华。那您觉得中美之间能不能写下新的气候外交佳话？气候外交这个词呢，挺新鲜。尽管呢，中美之间最近发生激烈的冲撞，但是双方呢，在一些国际事务上的态度和立场始终没有变。这气候问题呢，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两国呀为数不多的利益可能重叠的领域。加上呢，前国务卿克里在与中国交往的时候比较温和，与中国领导人和外交界的这个私人关系呢都比较好，也曾经呢公开的说，这中国领导人能力强。这个有过良好的合作，这呢给人很多想象的空间。那么对重启这个中美气候谈判和改善关系呢带来了积极的信号。也有人认为呢，这气候外交可能呢像乒乓外交一样，能够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使得中美关系从对抗走向谈判。那么对了，这个如果克里这次访华呢，将是拜登政府这个高级官员首次正式访问中国。但能不能传出气候外交的佳话，还有待时间来观察。即便呢，中美在气候问题上能够合作，能够谈出一些成果，能不能用气候外交来形容呢，还是为时过早。只有呢，当中美关系进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境地，那么气候外交这个词呢，才能够用出来，用得上。美军在中国周边兴风作浪，一会儿闯南海，一会儿和日本联合军演。美国参议院还在准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以全面对抗中国。那您觉得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究竟是什么？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现在呢已经显示出了轮廓，我概括为4句话：用人权化妆，用经济要挟，用科技限制，用军事威慑。最近呢，美国连续在人权问题上做文章。干预新疆、香港、台湾问题，以人权呢来抹黑和污蔑中国，那试图呢就要用共同的这个价值观来拉帮结派，形成对中国的这个包围态势。但是呢，这只是化妆术。美国本身的人权记录就是够糟糕的，其目的呢主要是呢要在经济上要挟中国，希望呢从中国赚钱，为其庞大的基础设施改造计划呢买单。那么拜登政府呢在科技领域呢也继续沿用特朗普的招数，就是呢要限制技术出口，以保持呢美国在科技上的领先地位。军事呢是美国的另外一个优势领域，这个世界最强，所以呢这个美军便在中国的周边区域兴风作浪，一会儿这个航母闯南海，一会儿呢和日本联合军演，一会儿呢也要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开支，以保持这个美军的绝对优势。那么所有这一切呢都是要保证拜登呢在任期内不要让中国超越，这个美国呢也要做长期的老大。其实呀，中国对老大呢不感兴趣，对超越美国呢也是不感兴趣。那么感兴趣的呢是不断的超越自我，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我认为呢，这个美国想与中国全面竞争，与中国全面的对抗，恐怕是一厢情愿，或者说呢是鱼龙炮弹。中美呢是不可能全面对抗的。这是呢，如何均衡竞争和合作的问题，不然呢也就不会有克里呢专程来中国讨论气候问题这件事儿了。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